这个戏其实从头到尾有在骗人啊。最厉害的是他也没有骗人，他只是没有说另外一件事情。从前面看起来很像食神跟这个女主角关系很像英雄救美，但有没有可能其实是美救了英雄？欢迎加入就你意见最多，我是小树。今天我们要介绍一部戏，这个戏是一个大制作，虽然他们都谦称这个仍然是很多手工业在推动。这个戏呢叫做《嫌疑犯 X 的现身》。那这个戏可能很多人已经在台北场看过了，那接下来他们要去台中跟高雄。在他们去之前呢，我们把导演跟制作人都抓来现场，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大制作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让我们欢迎制作人杨博翰。小树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这个呢，导演通常听说他的脸书上面会写着3个 W， 因为他的中文名字念起来有一个非常难为人的韵律感。让我们欢迎薇薇。小树好，大家好。大家在念你的名字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有被困扰到。不会，因为我就是菜市场名。才不是呢，是因为菜市场非常多的微微，它有2-3声的韵，没有很好念的。它非常多微微，我很容易就会回头。哦，真的吗？尤其去市场的时候，因为就是微微微微，我就会回头。你听到的可能是谐音、近似音。对，而且我以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呢，那个校长都会说微微，这个就怪了一些。就是你看，因为它会让大家有一种2-3声不分的感觉。但没有关系，很亲民的名字。好，两位今天在这里当然要宣传就嫌疑犯 X 在现身嘛。好，那我先问一个有一点点冒犯的题目。好，请问两位在校的时候数学成绩是好的吗？烂透了。烂透了，非常的差。这个烂呢，我是真的可以说有多烂，我是全校前10名。但我的数学是整体成绩是全校前10名，是，但我数学是0分，这样你等于在羞辱别人呢。而且我的导师是数学老师，所以他跟我说：“薇薇，你知道吗？你的数学如果有倒扣，都没有倒扣到最后是0分的话，你是负分。你数学0分，但加总其他可以到全校前10名。对。”那你让前10名其实脸上无光啊，因为你只要数学但凡有一点点分数，你都会超越他们。是的，所以我的老师就会说，我还是数学老师，我的导师。他到底要爱你还是要恨你呢？我想他很恨我吧。大家就不要比烂，但是现场应该没有人数学特别好，但这个剧中有大量的数学。对，所以我呢认真的发现，其实数学蛮好玩的。我后来发现为什么你悔改了吗？对，我悔改，因为我为什么觉得我数学会不好呢？是因为我真的太偷懒了，因为就是会有一些角度嘛。那我就想说，为什么不能量？它都画出来了。你说你真的量考卷上那个画出来示意图的角度呀？那个图有可能是乱画的，你知道吗？那我就觉得，那你怎么可以乱画呢？所以我就用量的，但老师就说你不可以用量，因为你没有过程。我说你都画图，要不然你就不要画图。所以你在解决的是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不是考试上的问题。没错，没错。但我几率很会算，我很会算几率。OK，所以如果几率的考题非常少的时候，我可能就很惨。但几率考题多，但其他扣分扣到0也是一样，是一样的。就是数学之间还有你比较擅长跟不擅长的部分。对 ，OK。像我的状况就是没有擅长啊，就是只要碰到数学，一律就是直接关机。就是那个大脑运作的程式会直接关机，我就直接听不懂。我就也没有想要再听了。像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里面有那一句话，这也是在剧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当时我连那句话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好想知道是哪句话。就是那句话就是伪装成代数的函数题。OK， 这句话听起来要先从中文理解，但你如果不知道函数跟代数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这句中文对你来说无法理解，因为太多 x 跟 y 了，是不是很难懂？就是一个很歪的题。但这个戏之所以会诞生，看起来其实是杨博翰一步一步经营的结果。一步一步算是一步一步的缘分。
然后慢慢去把它拉起来拼凑起来这样。因为他自己的那个你的那个应该叫做部落格上嘛，类似就是他写了，他其实有一步一步也是要挑战200人、500人、1000人到国家剧院等等，这些是有步骤的计划。是，那就是之前显然都已经准备到了，所以现在可以赌这局赌大的。之前的准备其实也跟微微有一些关系。那有一点微妙，因为台湾的剧场其实除了球剧场之外，没有差不多600到1000这个段落的。球剧场大概800多，那城市舞台大概900、1000。是，所以我们当时在蓝盒子做没有人想交作业，那其实蛮多人的。然后后来蓝盒子，因为你如果全开的话，不摆椅子可以摆超级多人吧？可以摆而且我们是做么字形，是，所以其实人有800吧。没有啦，没有到那么多，600、700，差不多，所以我们到魏武营也是700多。对，就是到了没有交作业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差不多可以再往下一阶挑战了。想要试试看，对，想要试试看做国家剧院规模的戏，然后做一个厉害的故事，会是一个中间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然后我需要找到什么样的人，我们才可以一起把这个戏做好。对。可是当时想的就是这个本子嘛，就是热门 IP， 可能在你心中会不会有，比方有10个，你最后选了这一个，还是你心中其实只有这一个？我有2、3个不同的 IP 想要做，但是实际上考量下来，最适合的其实是这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技术上，或者是在想法上，还有一些要完成的地方。对。但是你这个戏，你要第一个找的导演是伟伟，你看重是他在婚内失恋里头处理感情的部分，还有改编的部分。哦，感情的部分，你在那个戏里头看到什么？失恋的部分。我觉得伟伟在感情的部分，他在婚内失恋，他同时处理了好像是同一对夫妻是在3个不同阶段的不同情感上的变化，是，然后他把3对 couple 的状态，我觉得诠释处理得很好啊，而且那些状态因为很细微，是一方面要仰赖演员，那仰赖演员的部分其实也需要跟演员沟通。我觉得嫌疑犯 X 的现身，他也有类似的状况，因为主角其实是一个非常木讷、非常不讲话的人，你要怎么样跟演员沟通，去把他的那个情绪让观众被看见？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仰赖导演的部分。那导演在确定要接下这个案子的时候，还是其实有遇过，还是一口答应？其实我最早 Migo 跟我讲的时候，我以为我是舞监。没有，他第一次开口只找你当舞监呢？有可能啊，有可能，因为我还是有做舞监啊，所以他一开始要找我的时候，因为我想到嫌疑犯 X 的现身，因为我知道这个本嘛，然后他很多数学的时候，我其实想应该是舞监吧。没，然后他一开始说我有个想法的时候，我原来真的以为是舞监，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聊说，他想要做这个 IP， 然后想要把它改编成中文版、剧场版，而且是纯戏剧。我就后来才知道说，希望我能够导这样子，然后我们还讨论，是我讨论编剧，本来有想过，对，然后后来他就说，要不然你就自己写看。对，而且因为那时候在很初期，我们那时候在找伟伟，应该是刚跟日本接上线没多久，对，所以其实都还没有100%谈定，没错，所以我必须得先找一个人可以跟我一起创造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故事大纲，对，那我就找了伟伟一起，对。可是那个时候递过去，特别是要申请这种授权，而且你要取得对方信任，是需要具备什么，让这个在申请授权、洽谈授权的过程中，对方不会觉得你是来闹的？哇，先是大纲这件事情，先是大纲，因为大纲其实我们就有点紧张，因为大纲过了就代表你可以往下走了嘛。是。然后我还记得在写大纲的时候，我们其实采取是非常保守的一个策略，就尽量是按照小说的状态去写，但是当然会有一点点希望能够变动的地方，但尽量按照小说的状况去写，而且是就中文版小说去写。对。然后 Migo 非常辛苦，是因为他
因为那时候其实真的是没有经费，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一个梦想来着。是，然后他还要翻成日文，然后日文他也很老实跟我说怎么办，我只剩下一个伙伴可以帮我翻日文。说谁？他说 ChatGPT。真的是真的，我那时候我觉得几个要素。我自己现在回头想起来，可能那几个要素有帮上忙，因为我没有办法知道日本那边同意的原因是什么。是，那总之有很明确的故事大纲，是，然后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那时候已经在最一开始的提案就已经讲了，我们会照着原著走，是，然后不会落地到台湾，会用日本的。完全走剧中的设定，不会台湾化，对，不会台湾化。然后场地也抓出来了，场地跟规模是有抓出来的，所以对方当时是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制作的，是没错。那他光凭大纲就愿意相信你们？我觉得还有2件事情，是第一件事情是非常感谢小默是愿意参演这个演出哦，我有一个认证过的好演员，没错，对，然后再来是之前没有，我相信没有人想交作业，也帮了很大的忙，因为没有人想交作业。里头的演员是找得到的，就是可以在 IMDB 应该 IMDB 没有，但是应该可以在一些资料上找到他们。就是你提出的案子里头，里面有几个人，他是可以一一核实，就是整件事情不是来瞎诌的。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些事情应该是有帮上忙。因为笨鸟工作室就是你现在自己的公司，因为是一个非常新的公司，是这个新的公司要弄一个这么大的案子，特别是你要跟海外申请授权的时候。感觉上很容易被怀疑啊，没错啊，的确是很容易被怀疑，所以我们都觉得好像在骗人家，但我们很认真哎，我们反而是很怕他们觉得我们是在骗他们，但我们真的很认真的我们很诚恳的跟他申请这样子，是，对，我就抱了很多人的大腿说这件事情是他们会跟我一起做哦，对，然后也试着去找一些连结，让他们知道说我不是随便说这个人跟我认识，我是真的有跟这个人合作过，是，对，但这个确定之后。然后开始要落实到舞台上，是一个到底要从哪里开始？那时候演员都已经一一敲定了吗？我们先敲的应该只有最关键的2个人，跟汤川跟文豪，对，最先敲定的应该是这2个，就这个戏的基本的样子先出现，对，好。但刚刚因为有讲到，基本上是一个忠于原著的设计，是。但小默的样子不是原著的样子啊，他也可以是原著的样子，我们努力的让他成为了原著的样子。我们真的有努力过了，对，好难哦。要努力过是什么意思？希望他因为是一些讨论，就是我们有试着去让小默的外形，因为他自己其实观众如果有去台北场看的时候，你其实会被他身上的动作特质去吸引，你会去。相信他是一个不管你说安静木讷，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太大希望的一个人，但是外在上我们有讨论了一些做法，外形上一些做法，他的确在外形上，当时在舞台上看起来有一种这个人仿佛是一个你在你房间里头已经摆了很久没有动的东西，是对一个潦倒的感觉，没错，就是你突然把它拿起来，然后会掉东西下来，然后对，放很久的布娃娃或是之类的那种感觉，对，他这个东西当然再加上他自己这个演员移动的时候身体的调整，但是我们有做了一些更超过的想象，然后怎么样超过？跟演员们讨论，觉得好像不太行，不用，好像连跟演员都不用讨论，我们就觉得不太行了。哦，真的，只有我们好像是怎么样超过了想象？我们好像讨论完之后先笑，然后就觉得不太行。我讲出来，大家还是会笑，那就讲出来笑一笑。那就是希望小默，我们试试看秃头的一个感觉。我们讨论了各种秃头的方式，后来发现，如果他一站出来，我们就会先笑。不管是地中海秃呢，或这样中间秃呢，或怎么样秃法，我们都会很想笑。后来觉得算了，我们不小心会变喜剧。对，而且不止演员笑，观众应该也会大笑，绝对他一出来绝对大笑。小默的迷应该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我们很怕直接损失1/2以上的观众站起来直接走掉这样子，所以想说算了。对。但还是有跟小默本人提过，曾经闪过这个想法。我们就以开玩笑方式讲这件事情，很怕他真的，因为我们真的头套也有准备，因为服装设计很认真。他说要不要试试看？我说真的不要好了。真的，导演是拒绝的。对，因为
我们虽然讨论过，但是当然就是脑海只要一闪过就想笑，一闪过就想笑，我们想说算了啦。对。但这个戏在改编的过程中，因为之前已经先写了大纲，然后又照着原著故事这样写。对，我在一个访问里头看到你似乎对这个戏是有一张巨大的蓝图的。对，我做了很多笔记。然后这个蓝图上原则上就是舞台设计那几个房间要挪动。对，然后在演员正式进彩排之前，你已经在那张蓝图上沙盘推演过了。对，我所有都算过，然后我画了45张幻景表。因为它是午间的剧场，每一个导演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吗？没有，我不知道，但我就是觉得说，因为我有一些想法，就是在跟舞台设计讨论的时候，因为其实最早我们原来想象是 turntable， 就是会旋转的舞台。最早是整个是圆的。对，但实在是经费会超出太多，所以我们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想法。然后后来是跟舞台设计讨论，我们可以用什么组合的方式。对，但是因为很早在一开始的剧本上，我就已经写我会要以合体为中心，合体是我脑海里面直接蹦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画面。所以合体那个高度跟状态，所以后来舞台设计就给了我3台车去试。那舞台设计当然也很棒，是他去想象车下面可以有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做变化，包括怎么遮掩这些东西。所以后来就画了45张舞台图，然后我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编好。除了他还有其他导演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吗？我相信应该有导演愿意做也可以做，对，但是会第一招就想到这样子安排的人应该要有一些背景。45张是说把台上所有可能发生的变化全部画出来，按照顺序下来。而且树哥你看到的那个沙盘推演的，他是真的有伟伟是真的有做小型的台车模型，然后放在舞台的平面图上，告诉演员这时候要怎么走。这样，你上辈子是个将军吗？我们就是以像打篮球的方式跟演员工作，因为他真的像个教练，对，所以你导戏的风格或者是接这些工作的风格都像是一个教练。交作业的时候也是类似这样，但是因为交作业是完全是没有真实的舞台，我们只有几个酒箱要做所有的场景，因为交作业比较没有定义具体的空间，是对，但他也去了很多地方，所以其实也是一样，因为我很希望演员知道自己身处在什么环境跟状态之后，空间之后，他更能发挥，他知道他在这个空间状态里面他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啊，他也可以有一些想象。是，伯翰在找伟伟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他具备这些能力，我没有想到会发挥的这么出色。我大概知道说找伟伟一定会有一些很棒的状态，是他下判断会够快，然后他在技术的理解上这件事情是厉害的。对。那综合这几个，可以想象他在导戏的过程中，他其实很多事情他会先思考到实际做不做得出来。是。好，这件事情会让我安心很多。对。但是到了这么出色的状态，我觉得我也是谢谢。但一定也会有他提出了一些想法，你觉得哎呦要花太多钱。好像没有通常是他提出你自己，然后我拒绝他。因为他说他要出，你拒绝他，因为我会说，他的想法啦，他比我的想象大很多。就是这个制作人其实没有怎么在管钱，我都担心，我都说不行 ，Migo 这样子太花钱，你不行，你不行，我们还没卖票。怎么会是导演在帮你担心这个事情啊？因为他是舞间出身的吧，我也做制作，所以我就会很担心，我就说这个不行，这样子没合啦。这样不行，我们就用这样想就好了。我唯一记得有一个是你很想要一台贩卖机，日本的贩卖机。对，我说做假的也可以，后来就想说啊，算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过假的好像没有比较便宜，不如是真的。对，但真的太贵了。对，所以就在台上要摆台真的贩卖机。原来是希望有一个贩卖机，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有日本的街景，但是我们要创造这个氛围，所以你会利用物件去创造氛围，比如说服装啊物件。那我就觉得贩卖机是一个在车站附近，你只要去日本很容易看到的一个东西，那你就觉得视觉上会知道它就是车站，再加上一些东西文字。就会更像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这个戏在宣传的时候，包括你们的改编的时候，一直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第一，它不要落地化，它不要
刻意改成台湾的某个地方或改为台湾的人名，是因为你想要保留这个原著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日本气氛。对，那个年代的日本对你来说是什么气氛？因为其实2000年左右我们都还是哈日族，所以其实我们很所有的你看演员的大家年纪都差不多，所以没有人介意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很怀念那个哈日的那个时候的日本氛围，比如说掀盖式手机啊，我们或者是说小海豚啊的那个年代，因为它有很多还是必须很手工，虽然已经有一些科技进来了，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蛮紧密的，然后还是有一些所谓的紧密是家人或朋友之间是不会有距离感的聊天的，但是呢，因为日本很特别，日本人跟人之间在没有那么熟悉的状况底下是有一个距离，很魔幻的距离感，是那他必须要、就是不打扰别人的距离，没错，但他又没有 LINE 这些东西，所以他必须靠过电话，公共电话等等，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放在那个时代这个氛围加上他们的那个文化是对这个本放在舞台上面是好的。但这个戏有妙的是，因为主角他们之所以故事会牵扯在一起，是因为中间只有那一道墙。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距离感，除了像维维讲的这件事情很妙之外，心理上的状态，观众在看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他真的不是像台湾人的那种状态，对，然后会带我们再去看说，所以为什么石神哲在，就是那个主角，他怎么去有点靠近，但是又是我要拉开，因为我们在案件中，对我要拉开，但是我为了什么把花冈镜子他们母女当成我一个很救赎的一个表象，他就是一个别扭到不行的人啊。对，所以放在日本就会更别扭，那它会有那个特性在，就不是只有怪而已，还有那个文化之间的特性。而且回到刚刚讲舞台那个部分，那个舞台就有一点把这些人的关系也透过挪来挪去的感觉，就大家一直在那个空间里头错身而过，或是面对面，或者那个似乎比原来你刚刚讲的那个直接旋转的舞台要更有故事性。没错，然后除此之外，因为它的移动方式，它的最原始移动方式的逻辑上面，其实是跟数学有关系的。这个就是我很想要你解释，因为我看不懂。因为他们其实有讲几个难解的题目的定律这样子，那我这边也就不特别提，但其中一个定律的确是它有一个 X 轴跟 Y 轴，那我看到它 X 轴 Y 轴的那个数字线条非常漂亮，它在讲质数，非常非常漂亮，什么黎曼什么的，对，黎曼猜想，那我就会很想要把这个车子的移动方式跟这个是有点呼应的，所以其实在1楼的观众会看到1楼的氛围，我其实很特别的设计给2、3楼以上观众，就他会看到那个线条，另外一种不同的氛围。对，这个是一个当年数学考0分的人想得到的事情吗？就是因为毕竟是视觉，你都用量的，我毕竟都用量的。但因为那个书里头本来就讲到很多数学，而且还甚至认真的解释了微积分。这件事情我们好像就没有做出来了。对，你们就会书里面我们没有特别做这么多。但是不是在台上，只要写出来的算式，都是真的？台上写出来算式是，但是比较偏向好像是化学类的，有一些是化学算式这样子。因为我每次看到剧组或者是电影影集，只要在演一些疯狂数学家，我都会直觉的想说，台上那个应该都乱写了吧。在这一次的道具陈设里面，因为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有找了一个数学教授来，想说你们竟然还找数学教授来监督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觉得演员需要去理解他们要讲出来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我觉得他们也需要这个帮助。是，所以再来一个是他们会需要建立一个数学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对，那找了一个数学教授进来，那帮他们上数学课。对。但是你们是认真的吗？我们认真上了数学课，因为我其实在里面选了另外一个数列问题，是艾迪旭的，是这个数学家的难解数列问题，但后来被解出来了啦。但这个数列问题是原来小说中没有的，但我选择了用了这个数学家，而不是用小说里面的4色题。是。
然后所以我有一段话是用这个东西把它写成可以比较讽刺的话语在汤川身上这样子，所以我也很需要数学家来认证说我这样写的逻辑是不是对的。再一次，刚刚这个设想竟然是一个当年数学考0分的人想出来的，很惊人。而且上数学课就是那堂课要跟演员说，来，接下来这45分钟我们要来上一堂数学课。是讲解2小时，我们上2小时，我们不会讲，当然不可能讲的很细节，但是大概让他们知道说黎曼猜想是什么，然后会如何运用在戏里头。对，然后其实没有讲怎么用在戏里头，好像有。爱迪绪是我特别去问数学家可不可以这样用，因为我写了2种方向，就是把它就是象征化的写了2种方向，中间有一段台词，大概就是说反正就是恶魔会给你的2条路，这样走哈，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你什么什么最后会怎么样走这样子，然后最后汤川就指着那个师生说，哇，你才是那个恶魔吧，这样子的一段话语，但我必须前面的逻辑一定是要是这个数列问题一定要是对的。现场所有的演员真的都听懂了吗？至少汤川跟师生2位是听懂，因为我们是3个人一起上课。对，他们应该大致理解那个逻辑，细节我相信他们不是很清楚。对，因为那个真的是很专业的。他们接这个戏的时候，打死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堂数学课的必要。我们还有网球课对，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好玩的设计。你们一直让探员们在打网球，还有汤川，对，就大家在台上仿佛要一直在运动的感觉。没错，而且要一边运动一边讲台词，一边讲那些已经很漏等的台词，他们很痛苦，还要来来回回一直打球，然后仿佛他们在质问的那些东西，就像那些没有接到的球一样。没错，是的。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看小说跟看不管是影视或者是剧场很大的不一样，就视觉化的部分吧。是，就是当小说我可以看叙述性的文字看很长，但是当我影像化的时候，不管是电影或是剧场，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不让观众只看到演员在那边噼里啪啦一直讲话。对，是，所以做2件事情，一个是利用网球来做划线的动作 ，highlight。比如说我现在讲这句话是要挤出去的，所以就是做了一个挤法。老师平常上课的时候也是这样上的呗？蛮无聊的，对不对？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划线的动作这种说法是很有趣的，而且我有查了一下，就是老师至少在树德开的课是有留下一些。你说第一卡吗？对，你自己也看过对不对？因为他们就一直逼我看第一卡，他们就说老师你看，他们上面又问你人文艺术史观好不好上，然后下面都是留说他很好笑。我想说，真的底下大概有8则留言，有6则都说他很好笑。对啊，是不是要收起来？我是脱口秀的概念。我觉得像这种标题看起来就很严肃的课程，得到学生说他很好笑，是一种至高的赞美耶。我很怕其他老师会担心我到底上的是什么，但他真的很好笑。对，没错。他做过脱口秀演员，是漫才，漫才，对不起，对，他做过漫才演员。就是你同时做太多事情了吧？就以前在刚好就是跟达康他们一起，那现在还做吗？没有了，因为写漫才本太辛苦了啦。我很 respect 他们，但现在会偶尔手痒，想要来一下？不会，一点都不痒，太累了。一点都不痒，对。大家在现场排戏的时候，不会想要闹他来那个1-2段之类的，还是我闹到大家？在排没有人想交作业或者是嫌疑犯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熟，演员们大家都很熟，然后嫌疑犯是一个。如果你完全照书演，它其实是蛮沉闷的一个作品，就是那个 intense 实在太强了。对，所以我们想说，好，我们190分钟，我们需要给观众一点不一样的呼吸，一点不一样的节奏，所以我们会加了一些有趣的东西进去。是，那有趣的东西，演员带了一些，那蛮多也是导演说，我们这样试试看，或者演员觉得这个不行吧，导演说好。所以经常是导演自己带头闹。对，对我都是被制止的那个。你闹了什么？在这个严肃的戏里头，蛮多的。就大家进剧场的时候都有感受到嘛，在台北场的时候，我觉得有笑出来的地方都是设计过的。但那些笑出来，当时在跟日本申请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是要审核过剧本嘛，对，他们也都他们审核的是文字的部分，他们是文字，看不出来是闹的吗？
但是当然有一些比较对话上面的啦，是那当然会看得出来，但他们也应该可能没有想象现场会这么好笑。他们有要求看录影吗？其实录影有送给他们了，对啊，OK，对，那目前没有收到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回应。因为台湾这个版本是连日本都没有的版本，因为日本的舞台剧版其实相对小，对对是的，所以你们创造了一个这个尺度目前举世唯一的台湾版。中文版纯戏剧的话是的，是啊，就是这个规格演出的这个 IP，现在事实上华文版就只有这一个，对，所以回到一开始我们讲，这个是大制作嘛，而且像这种等级、这种预算，我们就不要讲钱了，就是到这个预算等级的制作，并不是天天都在发生，的确是。所以博翰来说，就是他刚刚那一步一步又挑战成功，目前为止看起来算是大家蛮支持的，算是成功了一半。我们还有台中跟高雄，但我们两个真的非常紧张，真的。你们现在紧张的部分是什么？因为台北演完，然后大家反应很好，基本上算是安了一点点心了嘛。是，但是在台北之前，我们俩真的是很紧张，因为其实应该讲说这个 IP 太多人看过了，然后通常电影的印象又非常大这样子，所以我们从前面不管是选角啊，然后排练啊，整个过程，然后剧本等等，然后到后来真的不得不超时的时候，讲出要190分钟这一件事情，都给我们很大压力。其实到190分钟是真的有可能会吓退一些观众吧？是，对，的确有一些退票，但是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没有办法在剧场里头坐这么久，对，那有些可能要赶车啦，所以就有点吓到190，但190其实要扣掉中场休息15分钟，所以我们戏大概是175分钟左右。那当时在选角上，除了那2位最早要对决的那2位，最早决定之外，其他都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或者是在选角上有困难的。好像也运气都蛮顺利的。谢谢东野圭吾老师。就像你刚刚开场之前讲的，就是虽然是个大案子，虽然手工业，虽然人数没有那么多，但这个大案子还是如期的被推动了。是，是我真的觉得是互相借力，互相觉得好像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因为比如说小莫加入了，然后我们拿到合作意向书，我们拿到日本那边的合作意向书，我可以跟讨论要合作的人说，这个是日本认证过，我是有拿到版权要来做的。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愿意来说，那我们来试试看。所以例如说高云轩，或者是像许怀民，梅若影，其实大家一方面是大家都认识很久了，是也很难有一出戏把这些人全部兜起来。对，所以大家也觉得，不管是见老朋友一起努力一下，或者是试试看这个有趣的，可能对他们来说有趣的案子，我觉得都是让大家增加一点加入的意愿。对，那台北场开演之前，你们最紧张的是什么？看起来演员对了 ，IP 对了，时间感觉也应该是对的。应该讲说，看观众能不能接受这个时间长度。除了190有一点点吓人之外，还有他们能不能接受我们改编的状态这样子？我们在其实一直到进剧场的那个首演前一天，礼拜4，有一些国家剧院的前台人员，然后我们自己没有看过彩排的同事一起来看。那时候就问了他2个问题，我第一个问题是问会不会觉得很久，第二个问题是问你们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想确认的是，如果这2件事情都对了，那对观众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你说发生什么事情是假设观众在没有看过原著的状况下，是不是能从这一连串的戏里头看出到底发生什么事？没错，因为也很直白的讲，这出戏在一开始就告诉你凶手是谁，但是最后的那个轨迹，它会完全翻转你的想象。是，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看清楚这个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对，那我认为观众必须要看懂这件事。对，因为这个戏包括就是从原著开始，它就是一直在误导。对，没错，他就是故布疑阵，留下一大堆你会很容易发现的证据，对，然后你因为那些证据，然后完成了一个偏离事实的假说。这个戏其实
从头到尾就在骗人啊。最厉害的是他也没有骗人，因为他的确凶手是，因为他说的是另外一套真相。没错，没错，他只是没有说另外一件事情而已。对，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包装在什么代数，对，是不是很难记？是不是包装代数里面的函数？对，光理解这句中文都不是那么容易了。我们转换成一个比较简单的，这出戏就是一个包装在悬疑推理剧的爱情故事。而且是一个极其别扭的爱情故事。是，对，他就是死都不好好直讲。对。所以我们后来在剧本上也特别琢磨在这件事情上面嘛，因为既然都小说也写爱是最难解的习题嘛，所以关于爱这件事情其实的确在改编上面下了一点点力度，因为我觉得爱是对等的，是，所以不会只有男角，女角到底怎么去看待这整件事情，他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对，所以在女角上面的确，因为在看整个小说之后，我就觉得啊，这个女生好像消失了，她好像就是一个被害者的角色，从头到尾都一模一样。但我想被害者这件事情，或者是他是加害人这件事情，他的矛盾或者是他的心里面的状态，是我很想要去呈现出来的，因为他是这整件事情的诱发点。没错，那他的确做了那件事。其实这个戏没有什么好不能爆雷，这个本子已经这么久了。对，小说大家翻了就有。对，他真的杀了那个人。对。这个人是他无赖前夫，对，但有人想了一套诡计，把这个案件包起来，对，是让大家一直在外面绕着，可是外面也真的是一个事件，没错。可是那个事件很有趣，包括回到这一次台湾版的设计，你们把蓝色帆布从流浪汉的帐篷变成工作人员的衣服，雨衣，对，是的，这个转换也蛮有趣，就是我们会看到一堆。一般在台上大家会看到的工作人员衣服都是黑色的，是，对。但你会在这个台上看到很多穿着蓝色帆布工作服的人，一边参与戏剧演出，一边移动那些空间。对，其实他们不用参与，他们只要移动就具备参演的功能了。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戏里面有讲齿轮，讲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个齿轮，所以当他负责某一项东西的时候，他就已经完成齿轮这件事情了。也就是说，不是只有工作人员穿蓝色雨衣，其实还有很多进出的演员也都穿蓝色雨衣。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不是工作人员，演员穿着，只是我们认不出来，因为我全部都要求他们把这个戴起来。然后你也会发现，在戏里面，其实小莫有一场戏，我特别请他穿蓝色雨衣，而且他走到河堤上之后，才请他把衣服拿出来穿上。我要 highlight 这整件事情，代表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齿轮。对，他跟一般人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戏为什么需要一个好的导演，是，没错，他才能把很多东西再加上一点点，然后就变得更完整。因为这个刚刚这一串的动作完全就是用视觉来说故事，没错，对，是，但观众就会被潜移默化，因为他看见，可是他听到的是齿轮这个事情，所以当他看到这些东西，他可能回家突然间恍然大悟啊，是在讲一样的事情，对。难怪你会再度跟他合作，他是一个这么好的导演，同时还愿意帮你省钱。没错，他愿意阻止我不要一直花钱。没错，连雨衣都买便宜的雨衣，大雨衣。那个还是便宜的版本吗？而且我们要找很大，因为都是 one size 要找所有的所有的人都可以穿的。大家很怕拿错雨衣，因为每个雨衣后面要写名字。真的哦？对啊。为什么不是都一样的尺寸吗？可是因为如果不小心拿走别人的，人家 preset 在那边的雨衣被拿走，他就会很慌张，因为他们上下场全部靠雨衣，所以除非必要带角色上场的，是不会穿雨衣之外，其他他必须要穿场。其实很多演员在上面穿场走来走去都是穿蓝色雨衣。可以想象这个演出的是两边侧台忙乱成什么样子。我们小道具也算少的，其实不算太多。小道具对你们因为你们有很多戏剧动作是做空气的，没错。这个也是一方面，因为你有那3个房间要挪来挪去，如果上面有很多细细碎碎的东西，很麻烦。是，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希望用声音多于实体。是。所以会发现声响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比说电铃声，对，
电话铃声是，然后买便当的叮叮的声音，然后酒瓶摔碎的声音，河流的声音，是这一些生活中很细小的声音，当你犯了一个错之后，它会被放大啊。而且因为一开始就是从听到隔壁的声音开始，没错，是的。而且这件事情很有趣，它其实也很体现了我们在小型的剧场是这样子做事情的。我们拉到国家剧院的尺寸，其实我们也是试着再把这个幻觉建立起来。那从台北场观众的反应来看，其实大家都完全看得出来，大家都可以进到那个世界里头。对啊。但台北场演完之后，要前进台中跟高雄，会有微调吗？应该因为我们有2个 cast，那另外一个 cast 比较是王静冠跟赵慈，所以他们2个演员也会是比较不一样的风格，所以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应该因为大冠有排了一些，赵慈也排了一些，所以我们应该会让他们有一些自己的风格在上面，这样子。所以是表演风格上的调整，不是故事线或者是表演方式的调整。这个是不会，因为其实掐得很紧连词都有点难拿掉其他的东西，因为一拿掉就会牵一发动全身。这个本子是不是这些演员可能近年来需要背的最长的本子？就我知道是了，好像有可能。台词量简直多到吓死人啊！最早一开始是116页。对，我们那时候光是读本的时候读了4个小时没读完。对。大家读本读4个小时没读完，就不会觉得大事有点不妙嘛？所以导演再回头就删了20页的剧本。对，但是就是会，我觉得116是安全性，因为我们必须交回去给出版社，是，所以出版社要认为说全部都是按照他的逻辑了，我们才敢去删一些东西。但删完之后还是要再审核一次，要再审一次对。那时候就有一些状况嘛，他们就觉得我们删到一些东西是他们想要放回来的。哪些事情他们坚决不可以放掉？比如说像在讲齿轮，在小说当中有两三段是很大段的在讲齿轮，但因为我觉得齿轮这件事我可以运用视觉上面去完成它，所以我就把它合并在一个部分。但是他们觉得齿轮很重要，他们觉得齿轮这全部都要拆开来讲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双人对话，也不能说冗长是必要性的这样子，所以才把它全部再加，才会变到190分钟。OK， 对，这个是他们对于原著既然花了这么长这么多细节去描述，在舞台上也希望尽量呈现这些事情，是感觉起来是这样。对，还有一个是那个梅里，就是女主角的女儿是自杀这件事情。我原先把它比较隐晦的不特别去说这个故事，说这件事情，因为在小说里面她一接到女儿自杀这件事情之后的第2件事情就去自首了，我觉得有点不合理，就情绪跳太快，就是如果是女儿自杀应该先去找女儿吧，会担心是女儿，而且尽量让自己不去自首才是对，就是安全过生活，怎么会是先去自首？是，所以后来就在这部分做了一些小调整，因为他们希望这个讯息是要出现，他们认为是对花冈的一个刺激，所以花冈会去自首。那我想刺激不可能来自于单一来源，一定有很多的压力，所以才把花冈的另外一场戏特别挑出来写，这个也是小说里面就没有的了。这可能真的就是我们在不同，虽然在同一个时代，但是国情不同，民族性不同，我们对人的关系，对感受的关系。因为2000年其实日本是经历过一个在之前90年代大爆炸，那个2000年是有点大家都说泡沫破裂了，对，是的。然后所以在那个时代才可以任意干掉一个流浪汉而不被发现，就他其实藏着一个很黑暗然后很令人不舒服的线在底下，他要讲的是那个底下的情绪。对，是，对。而且也因为隔了20几年，其实包括大家对于不同的角色，尤其是女性在故事里面想要更立体的这件事情，其实大家的想象会越来越清楚。大家通常会要把以前的戏里头的那些被动的女性角色，让她多一点能动性，是没错，让她往前推一点点。对，因为从前面看起来很像师生跟这个女主角关系很像英雄救美，但有没有可能其实是美救了英雄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一个角色出现，
主角石神可能就一辈子困在那个房间里头，没错，他已经是一个这么不得志的数学天才，对，然后他的老朋友现在看起来发光发热，然后然后你也可以感觉到他的老同学都不忍心说他什么，没错，对。但如果没有这个女生，她没有听见隔壁的声音，她可能就继续困在那个房间里头，对，她甚至没有什么继续活下去的欲望了，是，对。然后你也会看到她有了这个之后，她的动力多了一点，对生活多了一点，然后即便很烦，她还是会一直问别人说：“今天都还好吗？”对。问到第几次的时候，我想说你有完没完？这也是困扰演员们之一，因为太多讲电话的戏，这两个主角基本上都没有面对面讲话，很少到最后，所以他们几乎都是讲电话，有大段戏，所以开头都是一样，所以他们都会说电话1、电话2，现在排电话几，不然会真的搞不清楚。他们会鬼打墙，因为内容看起来差不多，都很像，都非常非常非常像。今天过得还好吗？对，类似这一种，没错。而且食神其实刚刚小辉哥讲了一个是很对的一件事情，是你的确有看到他是被困在家里面的这件事情，就是那么小的一个格子里面都是数学，没有其他的太多的生活性的东西之外，他只有2个出发点会出去离开这个家，一个就是听到隔壁的声音，他走出来了；第二次出来是他在算数学的时候。就没有了，这个也很可怕。一个人被自己的专长给困住了，然后他的专长如果没有被这个社会充分理解跟应用，他就一个人在那个小房子里头慢慢的凋萎了。对啊，所以看到他有一个他可以投射的爱的对象出现，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好的。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在看完书之后。我一开始看的原著小说，看完之后我其实有一点难以平复心情。然后那时候冒出来的一句话是：这样真的是可以的吗？就是为了爱的对象，为了爱这件事情，你愿意投入多少？就是你愿意为爱做到什么程度？是的。所以才想说，就人间的法律来说，当然是不可以的啊。没错，但是。就很想把这一题丢出来问观众。对，但是还有更悲惨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他是天才，所以觉得他有一技之长，然后就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但如果他真的就是个平凡人，又长得不好看呢？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新闻里头看见的事件，就是某一个人，比方说如果出了意外，或者是出了车祸，他过世了，那大家开始会觉得说，他好可惜，他成绩这么好，他对家长、对社会未来贡献很大。好像他是一个好人，是个聪明的孩子，才值得留下来。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让食神再穿上蓝色雨衣的关系。因为他就是其中一位而已。并不是在下面转着这个舞台的人，是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机会是食神。是，这个戏现在要继续前往台中跟高雄了。好，那2位坐在这里，当然是有一些要来催促票房的任务，是吧？拜托了，拜托各位观众跟听众。我们在2026年今年的3月20号到22号，在卫武营歌剧院，我们演出3场，礼拜5晚上7点半，礼拜6下午2点半，跟礼拜天下午2点半。然后在4月3号到5号会在台中歌剧院的大厅，也是礼拜5晚上，礼拜6下午，礼拜天下午。这个制作就是每个场馆只演3场，不会太少吗？实在是因为它太长了。因为我们在剧院演出的时候有下午场跟晚上场，但是因为票已经卖了嘛，所以下午场跟晚上场。等一下，你们当时下午场、晚上场排出去的时候是150分钟的状态呀。那时候觉得应该可以休息吧？对啊，但结果是没有休息的呢。他们几乎演完下午场，吃个便当就要开始演晚上的了，可以说是便当盖打开就准备要演晚上场。前台的工作人员，我们前台的同事基本上送完观众之后没有时间吃便当。对，他们前台是这样，我们后台大概去打开便当吃，然后要去补妆了，这样子就合起来。所以就算可以多演几场，演员也会受不了。其实体力上，
真的体力上，但都已经做了这么大制作，不多演几场不是很对，是很期待未来有机会加演啦。如果未来有机会再加演的话，可能会调整一下开演的时间吧。就是早一点演出，对，让大家多一点时间可以休息，早半小时也之类的。对啊，我以为有一阵子台湾的剧场都习惯演到3个小时啊，其实是对不对？对，比方说以前林奕华的戏都3个小时啊，没错，是3个小时，只是后来大家有点受不了，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有讨论过这个事情，因为想说以前纯戏剧一定会演到3个小时左右啊，甚至快接近4小时。以前3个小时是很常见的事情，是，对啊。但因为3个小时你拆开来看，大概就是90分钟，90分钟，对，好像还行。可是的确这几年大家比较没有办法做那么久。一方面是现在的时间感，大家都压缩的很密集嘛。你看3天前的事情，仿佛是上辈子了。对。时间不一样，时间感不一样。你现在以前可以好好妥妥当当的看一个3小时的电影，你现在看一个20分钟的东西，你都要快转了。对，真的没有办法对啊，对，老师也会受影响吧？老师，你是说学生专注力吗？是啊，或者说你自己的观影经验可能也多少。为什么要变脱口秀了吧？没有。但你刚刚说你暂时不写啊，还是你现在准备要写一个？上课跟 reels 是差不多的，大概你就是30秒要转换一个状态，像疯子一样这样子。所以你上课要准备很多笑梗给学生？也不是，可能就是你大概知道他们快睡着了。那怎么办？其实学生很幸福你看早上的课，然后吃完早餐来上课，对不对？就会已经干嘛？想睡觉。然后他们好不容易醒了，一天24小时都会想犯的毛病，好吧？他们好不容易醒了就肚子饿了，因为要中午了耶。好棒！这人生简直太完美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吃午餐。那如果是下午的课的老师，吃饱又想睡了，然后要醒的时候又点心食盒，是不是？好难哦，好佩服老师如何在这个反复想睡的节奏里头，好整以暇的把资讯塞进去呢？好比说，就是我可能会走到学生的后面，吓死他们。也不用吓，我就说我喜欢这样上课。我就说，其实你们也可以转过来，你们不转没关系，你们看前面也 OK。但后面的同学们就会突然间变第一排，他们就会有点你把整个教室倒转，你走到最后一排，然后倒转整个方向。对啊，反正就是 PPT 嘛，那我要讲一些东西，所以我就会反过来走。这样子，所以最后一排就会变第一排，而且你是冷不防的做这件事情，冷不防，所以他们有点不知道做第一排好还是做最后一排好，最后中间干脆做中间，没错，中间后来就变最多人。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觉得你很好笑了。对，出其不意耶。对呀，想说在干嘛？对啊。然后不时间我会冒出 QR code， 因为你知道现在小孩有个习惯，QR code 一出来，他们也不管什么就先扫。尤其是出现很大 QR code 的时候，他们就会那是一个手机就先拿出来扫，那是一个反射动作吗？对啊。那你 QR code 内容都放什么？有些是一些好笑的东西。没有，还是会有认真的，比如说 QR code 一扫，他们说是考试吗？我说就是一个小测验，或者说 QR code 就是一个比方说很重要的一段艺术史。通常不会是这样，因为他们就立刻关掉了。对，通常就会是突然是要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或者是好笑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扫出来是一个。我说那你们自己看影片，因为我这样放就是太长了，你们自己看好不好？你们自己手机看。这样，所以他们就这样可以看，那是一个。然后另外一种是小测验，是，然后我就会设在那种 Google 表单，然后每个都设星星，就是他必写，然后我就说就不能跳过的。没错，我说 Open Book。然后你们也可以用 ChatGPT， 但他们只要一跳出来，有时候会找不到，他们就一直在哀嚎。我好喜欢这个哀嚎的感觉，而且每个人都在滑手机，我好喜欢哦。他的课就是一个实验现场，对不对？对啊，他就是在整学生，他也让自己很开心，我很开心，对他们也很开心。难怪你可以教这么久对我随着科技的变化，而且你教的范围很远呢，台湾北到台湾头，对。然后这样的人，这样的导演还在尬戏。因为好险我教的都是理论的课程啦。我以为只有演员在尬戏，我比较少听到导演也在尬戏。其实也没有尬，就是按照这个招数演。他不是说同期，你看你的婚内失恋又在演了。对，封箱，今天封箱这样子，对，是，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不怕忙的人，对不对？他是怕不忙的人吧？我觉得就是闲不下来的人。好玩的事情的话啦，就觉得好玩啦，没有试过这样会怎么样这样。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制作人呢？
哇，他很勇敢哎。我也觉得他很勇敢，他非常勇敢，我时时刻刻都担心他要没钱了。对，但这一次看起来，再冲刺一下应该就会没问题了。但我很喜欢跟 Migo 并肩作战，是因为他其实是导演组毕业的，所以他其实很有导演的想法跟概念。所以当我们在讨论一些然后我其实是刚好反过来，我是做制作跟舞台管理背景出来的，所以我们俩在沟通。所以你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有成本概念的导演。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时候是相反的。是，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丢接讨论这件事情，或者是跟行销也是，就是比较能够，我觉得感觉在沟通上面是还蛮顺利的啊。那接下来如果还有别的要合作，应该也会很顺利的展开吧？会啊，会啊，一定会的。但你们今年上半年就是忙这个，对，上半年就是这个。那下半年有什么计划是已经慢慢在长出手脚来了？下半年有要回归演员的身份哦，哪一出啊？9月现在还没有释放出来，大家其实可以注意北艺中心要重新站回舞台中央了。其实我每一年大概都会有个类表演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叫做类表演？有的时候是独剧的演员这样子，然后像前年跟去年都有独剧演员，然后今年的话就是9月即将在北艺中心这样子。哇！独剧也是一个大概这3-5年，被大家玩的越来越华丽的形式。对，他都是他，对啊，就是以前独剧真的就是乖乖独剧啊，是啊，现在什么都来，那还叫独剧吗？所以那时候交作业，我内心真的是压力很大，是烫手山芋因为他们独剧已经读成那样了，请问我还要导什么啊？我看到的独剧版本是在南村剧场，对，我觉得他们就是拿着玩而已啊。他们已经在演了，对，都已经在演了，已经在演，没有在玩，就是已经演成这样了，就是没有他们在演独剧，对，拿着本子走来走去，是在演独剧。然后我就想说，完了，死定了。他还说，你要不要来看看，你会更有想法。然后接下来导你会更有想法。我想说，你们就照着演就好了。就我看完之后，想法在哪里？找给我啊。所以他就把那些独剧的东西都收掉，给一个框框。对啊，让他们更在角色里头。那个时候是你们第一次合作吗？不算吧，我们不算不算。第一次正式合作是什么时候？我们第一次在剧组碰到是《百年孤寂》吗？《百年孤寂》对。是，但是还是2016年的时候，还是 Michael 你不在， Michael 不在 ，SMAP 在沙妹 SMAP 成 SMAP 那个时候就觉得这家伙彼此觉得未来是可以合作的对象。他是执行制作，SMAP 的时候我算是执行制作，没有做什么事情，就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很机灵的学弟，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不过就是演柯南这个角色，所以也没有要干嘛，这样就只有说什么真相只有一个这样。OK， 对，所以那时候认识，然后中间其实就是知道对方，然后好像没有认真的合作过。对，通常我们前面几次合作，我都是演员啦。对啊，对，是后来才想说，找他做交作业。对，那个时候婚内有短暂的碰到，然后后来就是交作业了。交作业确定了这个搭档的合作情谊。对，然后有默契，算有默契，对，算是顺利。所以这次嫌疑犯 X 的现身，好，现在台中场跟高雄场，希望今天这个一集播出之后就拜托了，希望大家都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你对看台湾的作品有兴趣，大家都可以来看，因为如果是一个整个亚洲已经有这么多国家做过的作品，台湾做起来状况其实跟其他国家比起来一点都不输。特别强调，这是一个连日本都没有的这种规格的版本。是，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重新的来看这一出戏啦，因为真的是被这个电影影响比较大。那像韩国或者是中国那边也有音乐剧，那也是跟电影版本比较接近的这样子。那我们很希望能够呈现这个把它立体化，小说立体化的这个感觉，是重新感觉一下这本小说带给大家的震撼。对，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本小说，这个小说其实已经
25年了，20年，对，20年。你是刻意挑这个时间上演这个戏的吗？其实不是，你没有在算的，没有在算，就是刚好，是刚好碰上，刚好碰上，而且刚好去年演出的时候是东野圭吾出道40年，日本这个出版社帮他做了一个票选，嫌疑犯 X 现身是他出道40年观众最喜欢的作品，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好看的，但因为他作品实在太多了，对，太多了，太多了，所以如果你是从这部戏开始认识东野圭吾，或者是从这部戏开始认识这2位都好，总之你可以开始延伸出很多。好，今天谢谢2位来到现场，谢谢苏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